好，欢迎宋恩牧师、雪伦师母，今天来到我们的聊聊吧，欢迎二位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特别好的这些例子，还有就是特别好的词儿。我觉得这些词儿啊，让我们大家听起来一下就能记住，而且呢，就是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哈。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说感恩就像一个保护伞一样哈，就是感恩的伞。这个伞把我们家庭保护起来，哎，这个一下印象就非常深刻了。那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想，哦，我们感恩原来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就是可以愿意去把它践行出来嘛，是吧？那今天呢，也想说，请二位来聊一聊啊，也是家庭生活中常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件事儿出现了，那个做太太的就蹦起来了，或者是太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说到什么了，这个先生的脸一下就长这么长了，然后也不说话了，也不开心了，哎，都彼此双方搞不清为什么啊，也不能再这么追问下去，那追问下去可能事情就更大，那太太可能就说。我没不高兴啊，这个先生呢就肯定说，挺好的呀。其实他们心里都有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到最后越积越多，造成家庭极大的冲突。那今天想请二位聊聊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牧师啊，你作为一个男性啊，是不是不太爱说话，不太爱表达的？那当遇到烦事儿的时候。这个脸色不好看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妻子说一句话比如说雪伦师母说一句什么不开心的话，你就爆炸了，或者是你就不理他了，等等冷战会不会有这样的小例子、小情况？来聊一聊好吗？好，谢谢凯旋。我们家跟大家讲过，就跟其他的家庭都一样，你们会发生事，我们家也都会发生。那我想我自己的在跟学人过生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也注意到，我也注意到一点，就是我平常脾气都很温和的，但在我在出门前呢，我的情绪呢就会比较紧张，而且如果有一些突然的改变。比如说学人要说我在拿个东西我的什么事情，就是提一些觉得会影响我们马上要出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的情绪就会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变得不耐烦，然后呢就会比较脾气又比较躁一点。那最后后来呢，我就是慢在发现自己有这个情况后，也就能帮助我，也就是上帝让我回想一个过去在我自己原生家庭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其实那个影响继续延续到我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以至于我有这个状况。就是呢，我不知道国内的是怎么样，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我们有所谓大学联考，大学联考就要填那个志愿，那志愿呢就在有一个期限内呢，你要最后那个期限之前把你填那个志愿的卡交回去，然后他才根据你的这个填选志愿来帮你排最后你到底上哪个大学哪个科系。那就在我要交这个志愿卡的那一天早上，我要出门前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拦下来了，他说把卡拿来给我看，到底你填了什么志愿？他看我填了这些志愿以后呢，就要我当场改，要我改成他想要我填的那些志愿。然后我在这时候很着急我如果迟的话，不要讲改，我一个都没有，一个志愿都填不上，都没有的念了，辛苦了高中3年，这不能到这边功亏一篑，所以呢百般不情愿，但是还是就照他的意思改，要不然不让我出门那这个胳膊拗不过大腿嘛，所以他还是毕竟是爸爸，所以呢虽然很不甘愿，但是这就埋下了那一个所谓的在情绪里面，我有一个按钮，就是如果要出门前有什么东西拦阻了，然后或是要改变我原本的计划呢，我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安，然后会脾气就比较躁一点就会比较不耐烦这个不但是在跟学员之间互动一样，我出国到加拿大到美国国外生活这么多年回去暂时住在我爸妈家里面，
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这样跟我爸又闹得不愉快，然后我很快就发现是因为同一个按钮又被按到，就好像我的身上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情绪的按钮，一按下去，这个条件一符合触发，我就立刻就情绪就马上回到当初那一个很不情愿，然后很不甘心的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就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或者是在言语上面的这样的就是不愉快，所以我就自己意识到我有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就这有时候也不是说一两下就可以除得掉，但是我如果意识到的话，那当我开始又毛躁起来，又开始就会提醒我自己，哎，我是不是又老毛病又犯了？我要先冷静下来，我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时刻了，我们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怎么处理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以致我们可以还是开开心心、安安全全的出门。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自我的发现跟例子。其实刚才牧师讲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我都发现了，我先生也是在出门之前呢，他很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很开心的。比如说我要是多拿一个水壶啊，拿一个什么毯子啊，或者我出门的时候稍微磨蹭一点，他就会很不高兴，然后他就会好像那个。其实他脾气很好，就是像您说的，但是他都会在那个时刻突然的就，哎呀，就是脸色也不好看了，我就非常的反感，我就觉得说你干嘛又出门了？你都本来很开心的，很兴奋的，为什么你到那时候你就摆一张臭脸给我看啊？我不就是晚了2分钟吗？或者说我不就多拿一样东西吗？你至于这样吗？所以就。一路上都不开心啊！这种事情我觉得不是在你们家发生啊，可能是在我们家也发生，或者在很多家庭都发生所以其实作为我们女性的角度，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那种感受，师母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情绪的案件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遭受的一些创伤吧哈，负面的经验，以至于埋下了那个种子，然后呢，造成了一个伤口哈。谁不小心踏上来，我都有反应的啊。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它已经长成一个伤口了哈，变成一个地雷了哈。举例讲，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就是说我最害怕有人对我大声，情绪起伏一下子变得很高昂，声音变大，情绪变激动，那对我就是一个伤口，我就紧张，我就害怕，我就想跑，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第二个例子也是我之前有提过的，就是说我在信主寻求我的生命解决之道的过程当中呢，寻求信仰的过程中呢，遇到了我的前主管啊，然后他呢就曾经这个骗我钱啊，他骗2次，不肯悔改，跟他指责，他也不愿意面对啊，那这个就造成了我一个伤口啊。那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影响到了我的现在哈，过去的事情没解决，现在就影响，就算已经10几年后了，你看还在影响。举例讲，你知道美国哈，拜登政府有发支票嘛哈，那有这个刺激经济的支票哈，那我们刚拿到了绿卡，所以就有资格啊。结果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社会安全保险号码，所以我没领到哈。后来一查问就不对哦，只要我们是绿卡就有资格，跟保险号码没有关系哈。哇，我那时候整个疑心都起来了，整个这个警报就响了。我一开始怀疑，难道是我老公在骗我吗？因为钱是汇在他的这个叫什么报税的账户嘛，哈，那是共同账户，是汇到他那。他说有就有，他说没有收到就没收到。他说了我就听了，我也没怎么去查，之前就信任他嘛哈。但是因为我一听说，等一下这个跟号码没关系哈，怎么我疑心就起了。其实我先生是很诚实的，他也没有必要骗我这个几千块钱嘛，对不对？好，虽然是不少啦，但他没有必要啊。那我以我先生的这个品性哈，可是因为我的伤口，我这个以前被信的人骗过钱。我就怀疑就起来了，马上我就很小心的去问他，那个钱是不是怎么样？
他就说是啊，奇怪了，怎么会没收到？然后我一听就知道是我疑心生暗鬼啊，是我伤口没有解决，就把怀疑然后他也很诚实的跟我面对哈，以至于我就知道，哎呀，这是我的情绪按钮啊，跟他没关系，是我没有处理好啊，所以这2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情绪按钮，这个按钮会造成关系上的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去就爆了，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爆，要很冷静的停下来去思考自己踩雷了，才有可能不造成这个问题继续恶化关系继续的破坏不然的话我就说你就是骗我我一直指控我老公，你一定是在骗我什么的，那只会更糟嘛，因为他也没骗我，他也没打算骗我所以我很多时候咱们出了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注意到我们有这个部分。